各位好，我是大宇。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大疆最新推出的这个 Action 4。我是之前 Action 3的用户，今天我就给大家对比一下，在我们日常的这种正常人的使用场景，到底有没有必要买 Action 4。开始录制，开始录制，开始录制，开始录像。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它升级的最大的这一点，就是传感器的增大。我们可以看对比一下这个摄像头的大小，可能是镜头外边就可以看出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又多了一圈这个金属的装饰环，这个玻璃罩里面还有字。我是觉得它的这个升级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弱光的情况下。我之前曾经有个想法，拿运动相机做这个行车记录仪，因为行车记录仪是没有防抖的，它拍出的那个画面还是有一点点抖。我曾经想拍摄一些车在开的过程中路面的镜头，那我觉得行车记录仪的不管是画质还是整个这防抖的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就使用这个运动相机拍过。那我发现这个 Action 3在白天是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但是一到晚上这个画面我放一个画面大家看一下，它就变成这个样子。Action 4它就明显变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的画面，在夜间它已经是一个基本上跟手机差不多的水平。所以 Action 3到4的整个这个比较暗的环境拍照的这个差异呢，就特别像当年 iPhone 11第一次有了这个夜景模式，那它和之前的 iPhone 就是那种区别，这个也是这种感觉了。防抖依然是强劲，模式也都是一样的，地平线增稳和这个增强防抖也都是有的。其他我也就没感觉在我的这个使用层面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并不是那极限运动的玩家，就算我需要在黑夜里拍摄视频，我大部分时间可能用的这种全画幅的相机，我没有必要去用一个这么小的运动相机。它不论怎么升级，这个传感器不论怎么增大，其实它现在连手机都打不过，更别说相机了，是吧？所以我认为这个升级呢有必要，但是它带来的这个代价确实是非常大。第一个就是稳定性的倒退，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忍受的。我在使用这个大疆 Action 3之前，我用的一直是这个 Insta360的这个运动相机。这个有个问题是什么？当你拍摄到一定时间它过热的时候，它会死机，它完全卡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方法去，不管你按什么按键触摸屏都没有用，你只有把它把电池拆下来才能解决它这个过热死机的问题。那么拆电池就非常麻烦，因为它是个模块化，所以它一定要有这个框架，要这样把它这样拿出来，然后这个框架就放下。这里现在它还是通着电的，这样把这个电池拆掉，然后再装回去，再把它装回到这个框架里才能固定，因为它本身这个里面是机身上是没有任何的可以固定的位置，所以就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特别是你想，我是想要拿它做车拍，边开车边拍这个路况，那我又没有一个助手，我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我还要去搞它这个东西，把它重启，像我刚才那样操作一下，这个你在高架上开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很耽误事儿。我就买了这个 Action 3，确实是完全的完成了我之前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它就是非常的稳定，它是我用过最稳定的运动相机，没有任何的抱怨，除了在夜晚的拍摄能力。这个4代升级了这个夜晚拍摄能力之后，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把它买回来，但没想到它在稳定性上就给我出问题。我在夜晚的时候把它们两个都装在车上进行了一次拍摄，开始录像。4代呢拍摄了不到40分钟的就过热了，过热就停止录像了。停止录像之后，因为录像的时候我设的这个屏保灯屏幕是灭掉的，因为没必要。它停止录像的时候屏幕就亮起来了，这个在晚上还是很明显，亮起来它就显示了一行提示说这个过热。
没有办法继续录制。我不论怎么去摁这个录制键，都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第一次我大概等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又可以开始录像了。就大概又录了10分钟不到的样子。这次出现这个提示，大概等了只要4-5分钟，然后它又可以录像了。大概又录了10分钟不到，它又出现了高温的提示，又停止了录制。我就又去按这个按钮，马上它又继续录制。和3代比，它的这个高温提示有一些区别。3代我也出现过高温提示，但出现高温提示的时候，它还是继续录制的，它只是提示我说现在由于高温，所以屏幕是要关闭的，但是它录制还是继续的。但是4代呢就没有办法录制了。那这个和我之前用的这个有点像，但是它还没有死机，只是提示我不能录了。那其实我也什么也做不了。我在想，因为当时我拍的是 4K 50P 的这个视频，那我就在想，如果我降低规格，比如我拍一个 2.7K 50P 的或者更低码率、更低的分辨率的视频，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拍摄时间过热的问题？因为它现在拍摄30多分钟，等于我开车我内环都开不了1圈，我30多分钟我肯定超速了，所以这个稳定性的问题是一个倒退。我因为同时录像嘛，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电量的消耗也是没有变的，几乎续航的时间也是没有变的，因为电池也是没有变嘛。那就说到电池没有变，所以其实其他的配件也都是通用的，像我之前买的这些兔笼是3代的这个兔笼，在这个4代上一样是可以完美的使用的。反正都是兼容的嘛。我其实一直觉得它可以在这个电池盖这边增加一个这种磁吸的接口，就可以直接就不套任何的盖子，就进入竖拍模式。但是现在它不行，它非要有这个原厂的外壳。现在这个原厂外壳跟这是3代的也是通用的，还是要把它这样装进去，才可以进行竖拍。有一点，我认为这个机身的做工有倒退的。看一下，这个是4代的底部，这个是3代的底部。你看，明显这个4代是不如这个3代更精致的。就是这机身的材料，这个黑色我不觉得可能有多高大上，我倒觉得原来的灰色和这个枪灰色的这个镜头还蛮好看的。颜色的改变，这个按钮从这个橙色变成了红色，其他也就没什么了，就是麦克风的改变。整个机身的做工的电池盖的这边，我是觉得肉眼可见，可能3代的这个字旁边做工是要更精细的，所以4代我认为在做工上是有倒退的。它唯一前进的地方就是感光芯片的大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些专业的功能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使用当中不是那么的常用，而且其实专业的人也。我不知道专业的人为什么不用一个更好的相机去追求更好的画质，还是说他不仅是一个摄影的专业，还是要在一个非常苛刻的极限运动的情况下的专业？这种人我认为就是很少数的一个需求。我觉得正常人的需求还是你只要能拍个 H265 10比特422，然后别死机， 4K 60P就可以了。 4K 已经很高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2K 的 2.7K 的已经足够了这些素材。所以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使用运动相机的场景呢，也就是在海滩的时候带孩子，因为海滩这种环境又有水又有沙子，所以我用普通的相机有可能会被损坏，我需要这样的一个运动相机。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在简单的运动，骑自行车或者带孩子散步，或者在公园里玩跑的时候，我才用得到运动相机，我需要防抖。我们不搞极限运动。那还有就是一个开车的时候拍，所以我只有这3个场景。Edition 4在这3个场景里，就是带孩子还有散步公园玩都是没问题的，只是在行车记录的这方面它就不太行。所以当你考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运动，要不你就是骑摩托车，那你跟我开车不是差不多吗？它总死机的，你也没有办法，你戴在头上正在骑摩托，它死机了，它过热了，你也没办法弄啊，是吧？所以我认为骑摩托的小伙伴还是谨慎考虑买这个 Edition 4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稳定性会导致你很多画面没有记录下来，所以这个就你一定要在晚上骑摩托车，除非或者你一定要在晚上去
搞滑板，或者你潜水，水底下很暗。否则我真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升级它，这个3代已经足够用了。因为我们都是有阳光的时候或者天气好的时候，带娃出去玩海啊玩水啊，可能才会用到运动相机。而平时可能走路拍一拍自己走路的这个画面，那这时候走到这种比较暗的地方像车库啊什么地库啊之类的，3代确实就不行，没有办法在这里使用。但是这个4代它的这个画质，包括这个防抖、拖影有明显的提升。我总结一下，它将 Edition 系列30:4更适合做骑车的记录的，因为它真的是很稳定。但是4呢就因为它不稳定，当然你可以降低画质来获得稳定性，但是心里始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安全的感觉。基本就这样，不能当行车记录仪的运动相机不是一个好摄像头，好吧，就说到这儿。如果你要看到这里呢，请你帮我点一下关注，这真的对我很重要，谢谢大家，再见。